我们都没人笑吗？你想看到谁来？我想看白敬亭来解释。我想看周柯宇。周柯宇哦，那个《再见爱人》。不是《再见爱人》，人都没爱人呢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颖，我是奔七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颖，我是本期嘉宾。你们先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格子，我是嘉宾范志毅的编剧。大家好，我是粽子，我是嘉宾李成儒的编剧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颖，我是嘉宾倪萍的编剧。我也能说明白。好，在陪看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还收到了一个额外的小任务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选定了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是我们认为在场其他2个人中的一位可能会在陪看时做的动作，我们写在了纸上。现在我们要向摄像头展示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成功预测他人动作者将获得一个特别的小礼物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呼兰的片段。第一位演员，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呼兰。得对了，得对了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呼兰。前段时间我们录了一期，也看了对吧？刚才也说了，就是这个过程是可以说话的那一期，是吧？看了啊，录得很好。然后节目组就各种我们筹建，三个贼沉默。这次又找来了倪萍、唐国强、李成儒、张凯丽，这都不是刻舟求剑了，这是变本加厉了。我们现在这儿都快成银发经济的试点单位了。我真心觉得说，我们这种节目性质，找这些老艺术家来，我觉得节目组就没安好心。我就怕这些老艺术家们不明就里，被骗过来啊，吐槽人家，说的人家哎呀很难受，多不好。后来一看，啥不明就里，这里面除了凯丽姐，其他人之前全来过。王晶导演，我们所有脱口秀节目加一块儿已经来第5次了。对，虽然吧，我以为要吐槽他了，赶紧做一个表情。反正吧，他也是没憋好话。这个挺好。成年人嘛，大家都是将计就计。你想想看呢，这些人能在娱乐圈几十年，哪有单纯的小老头小老太太？单纯的小老头。但其实就是苦了我跟小慧，也要吐槽老艺术家，就派我俩。刘晓庆那期也是我俩嘛，为啥呢？脱口秀演员，我感觉小慧笑得特别苦。小慧这小辫好娇俏。反着的，你看年轻人都是滴水不漏，年纪大的口无遮拦。你像我们这种节目，你找个年轻的，一沟通都是这种，哎呀，这个不能提，这个不方便说。你像他们都是问我们说，这个为啥不能说呢？我说是因为别人的事儿，我们没请人家，当然不能说了。弄稿的时候都再三跟我们确认，说就只能吐槽在场的人嘛。我们说我们好歹也是正经节目，又不是营销号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请这些老前辈们过来，少吐槽，咱们说得有一些笑，学习他们怎么在波涛汹涌的娱乐圈屹立到今天，甚至还能翻红。你比如说李成儒老师回到大众视野就靠怼天怼地，李成儒老师出来之前，娱乐圈没有暴躁老头这一挂的，对吧？这也，你看他自己嘴上说如坐针毡，如坐针毡，但身体很诚实，对吧？在那录了好几季。我说不是如坐针毡吗？怎么还在那儿呢？我说是被针毡钉在凳子上了吗？这个表情出来了，这个后来他不去录，人家观众不乐意看了。而且观众是那样，一开始觉得你敢说真话很喜欢，后来发现你不是敢吐槽人，是爱吐槽人。所以说人这个发题很重要，你知道吧？你说敢问路在何方，这就很霸气。你说你天天爱问路在何方，这就是纯唐僧，就是话多。你看。还是大实话有意思。越玩的不好，越搞不清楚名字，就显得人就越可爱，对吧？大家就爱看这个。你想想看，唐老师是啥脑子？诸葛亮几个名字能记不住吗？故意的，很可能就是故意装的。晚上一回家一复盘，就哎呀，好险啊！今天差点又叫对了。这个好笑。说下次一定要记住了，要把这个叫成那个，那个叫成那个。倪萍老师这样，我们要学习啥？学习人家说话的艺术。你别看人是春晚的主持人，
他把好话全都留在那个舞台了。他在别的地方说话不是难听，是艺术，你知道是艺术。他在那个《再见爱人》里面，别人都是吐槽杨紫，只有他夸杨紫。他跟杨紫说：“他说，哎呀，我之前都不知道，说你还有一颗做事儿的心呐，啊，他就像你那个钱呀、房子、孩子以后的费用，肯定都安排好了，是吧？”杨紫听完特别骄傲，连连点头。倪萍老师话锋一转说：“哦，既然都安排好了，那黄圣依满意的话就可以分手了。”厉害哈，对吧？你就上去咣咣给人一顿夸，然后人家夸顺杆就往上爬，等人爬上去之后，他就把杆给点着了。人家能怎么办呢？往上爬的就更快了，对吧？还是我们节目学以致用，我们现在也是这么请嘉宾的。我们去见嘉宾都是：“哎呀，老师，我特别喜欢您，您这个艺术造诣啊，哎呀，您这个胸襟啊，那吐槽你几句没事吧？”我们当时跟李成儒就是这么说的，全程夸。这个战术就叫循循善诱敌深入啊！张凯丽老师，我没什么好吐槽人家的吧？我妈跟我说了，让我少说几句。她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你。张凯丽这个反应特别好，就。最后，我代表我和我妈祝各位老师身体健康，生意兴隆，继续在波涛汹涌的娱乐圈老人与海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呼兰。大家现在看完了，你刚刚最喜欢呼兰哥的哪个段子？我喜欢他那个，就是写那个唐国强那个，他是反着写的，对，怕回去校对了，对，怕回去校对了，就是故意的嘛。我感觉呼兰哥跟广志在这个台上，他最可贵的就是他们经常是在写那个逻辑，就相当于他写进去了。其实很多前提，我们找一个方向，大概我们写的时候，大概在第4、5句话就开始出梗了，但是他们要等到第10句才出梗。对，他们呼兰哥跟广志他们，对，感觉现在说他们梗不密。他们是在写这个逻辑，学会刚才呼兰介绍那个说话技巧了，是吧？对，他很多东西，如果你把这个段子拿出来给这个本人当脱口秀讲的也可以的话，我觉得那就是非常好的段子。那你最喜欢呼兰哥的哪个段子？我喜欢那个循循善诱敌深入，老人与海那个结尾也挺好，整个一下就上去了。每次呼兰哥的这个写稿时间都很极限，你们两个平时的创作习惯是什么样子呢？因为读稿会的前后时间都能看到呼兰哥一直在外边写嘛，然后昨天看他在走廊里一直在顺稿，我感觉他不到最后一刻肯定不会那个什么。编剧写的话就早点干完活吧。对对，早开始早结束，晚交稿。其实有时候就尽量少改。有时候我们现在喜欢干急活。时间，哎，我也是，时间越紧越好，因为调的版本不多了，调的时间不多了，留给嘉宾的时间也不多了，而且有时候早写完了，但不交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位，看看范志毅老师的片段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志毅。今天这一期啊，真的压力蛮大。范老师现在是非常多的线下的演出，他这个西装是不得劲儿吗？艺术家，感觉卡彩排的时候就有点小，得尊重起来。让我来这样吐槽老人，哪有这个说法？真的，我以前球场上都不骂人的，黄金斗营也踢球的，香港明星足球队的守门员，他们对自己还号称拥有全国最高身价的龙门。今天我一看王导，哎呦，小肥龙。他这下挺可爱的。那会儿香港电影蛮好看的，那会儿都是什么电影啊？哎，功夫。无间道、新警察故事，跟王导一点关系没有。王导这么多年老说自己经历过香港电影最好的时代，最好的时代用你说啊？今天我们在场，谁没有经历过？光经历过有什么用啊？你得拍呀！突然上劲儿。倪萍老师，优秀的主持人，我很佩服。导演跟我说：“哎，别看倪萍姐今年66岁了，每天都运动，早上走几千米，下午动感单车，晚上还深蹲。哎，我还没搞懂啊，你们说的是倪萍还是郎平？”凯丽姐，我一开始也不认识，节目组给我
看他之前演的那个角色，咦，老人这个老哎，之前是滑冰运动员，后来转型做演员。今天我见到他，我是发现了，咱们运动员啊，最后的归宿啊，都是上综艺。你之前拍那么多电视剧都没有必要啊，要不说你是滑冰的，就擅长走弯路。凯丽姐不容易的，女儿20岁才让她喊自己妈，搞不懂，又想女儿出道，又怕给女儿带来压力，既要又要，真要命。我也有女儿的，没什么好避讳的。其实真的，我去接我女儿放学啊，她同学冲着我就喊：“哎，呜哈呜哈。”旁边他爸爸说：“这是范志毅。”他同学马上明白了，范志毅，你呜哈很好笑的。人家踢球的，国家队的啊，哦，踢球也这么好笑吗？哦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他这个处理还是踢球挺好的肯定没有这么好笑。我也没有想到，退役到现在又让大家笑出来。每次大家笑的时候，跟我之前进球一样，还是很爽的。但我也知道，在这场都是内娱的老字号。我这还算是新人，新的东西大家有新鲜感，会喜欢一阵。但是老东西，值钱哎！真的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范志毅。你感觉他这次表现的咋样？最后那个其实，因为像我们如果正常演出的话，你无非就是换一个身位。他爸爸说是这么说，孩子说是这么说，但是他会蹲下去，这个处理就是他自己处理，甚至这个其实也确实挺好，甚至我们都很难想到，他包括他蹲下说的话跟站起来说的话，状态都特别好。那可惜就是他好的那几个挺好的，但是没有连起来。他平时是什么样的性格？他就是自己也会给里面加一些这个表演啊什么，自己也比较主动。偶游不容易的，蛮搞不懂，这些全都是当句号用。因为他范老师因为他其实挺敢说的，所以很多时候他提到某一个人名或者说这个嘉宾某一件事，他的第一反应比较真实。像刘晓庆那个6点起，我们给他介绍就是他当时很励志，还把这段经历写成书什么的。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起来也不行啊，那个是他第一个反应。现在看下来给他写的好的，他讲的舒服的都是他那个第一反应。他是能给稿子的加分的，能发挥这篇稿子的上限。这些都不是大哥演开心的，大哥演开心了会站起来，然后这样，大哥演开心了，表面上是对其他嘉宾抱歉，其实是在享受。行，那我们接下来看李成儒老师的片段吧。让我们掌声欢迎精神病人的扮演者李大哥已经成儒老师。站后边了，他起来早了，就是音乐其实按理说应该放完然后他再起来，但是他早就站起来了。刚介绍他的时候，就是那个镜头，他在后边看着我是李他。三如。这个是他自己加的，就是他上来说他说了什么？李三如。李三如。栏目组说今天专门给我找了几件老物件。咱北京爷们儿，就他应该等观众哦完他再说。他到这儿还行，气质挺好，但是他从这儿开始往下应该要用使劲了。听说这个栏目就是请人过来相互吐槽的，这事儿我们北京老头要脸，做不出来呀。我们家老宅四合院在故宫边上，我可是地道的老北京啊。最怕刮西南风，每次刮西南风，我那风筝就挂到故宫的角楼上了，很麻烦。这个挺好。为了放风筝，我就搬到北五环。我们一开始写的是东南风，然后李成儒老师说你们肯定没去过故宫，那都是西南风，然后改成西南。虽然我离老北京远了，但是这帮北漂的孩子离老北京更近了。这个是我觉得昨天非常巧妙的一个，这个真的很好。我个人的一小步。其实前面都还挺好的，前面都。倪萍，山东大妞，我们俩挺熟的，她还去过我家吃过饭，走的时候拿走了一袋子鸡蛋，我说我家这么多古董字画，你拿鸡蛋，瞧不起谁呢？看见那大八仙桌没有？上面那30个鹅蛋你拿走，鸡蛋黄。这也有点没出来，也有点快了。自家的鹅蛋再大，
我都可以给你，但鸡蛋那是我在超市抢的。这个是他的劲儿，他前边应该都按这个标准来演，这片会非常好。在我这儿，其实我们对稿的时候，他那个劲儿就是都挺好的。但我觉得倪萍这人挺实在，一上来先把丑话放这儿。你看看这中音，他如果整天都按这个，会非常非常好。是那种戏里戏外，但他其实还是整体都有点快了。嗯，对，好演员。今天来的人都离北京挺远的，倪萍600公里，范志毅1300公里，王晶2400公里，唐国强住在宫里。以前想见皇上一面可不容易，只有2条途径，一条就是寒窗苦读参加科举，乡试、会试、殿试才能面圣；另一条途径就比较简单了，行刺。这是什么呀？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，就是其实他那个本来设计是什么呀？本来就是很脆，就是行刺。然后但是他，然后说他说完行刺可以做个这个动作，结果他先做这个动作，然后再说刺杀，然后就有点懵了。而且在开枪吗？成吉思汗、朱元璋、雍正，你还叫什么唐国强啊？你叫唐宋元明清不得了吗？虽然我这个北京老头不怎么样，但北京是真好啊！北京欢迎你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个笑，我觉得最后这个笑声挺搞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老北京李成儒。其实这集设计也挺好，包括张凯丽上来的那个哭。我感觉他上来服装也挺搞笑的，感觉穿的跟传递火炬一样。你说李成儒老师吗？啊，而且呼兰哥那昨天开场开得非常好，开场非常好，而且其实他是第一个就是非专业的脱口秀演员来上台，其实还是会有压力感觉李成儒老师平时说话就特别尖锐。你们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？还有听到他什么吐槽别人的吗？其实跟他接触的时候，感觉他好像没有那么尖锐，就是感觉亲和力还挺强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敢骂别人，就是他倪萍，我们在前采倪萍的时候，因为倪萍和他特别熟嘛，他就说李成儒私下人特别好，说他上台上的那种节目点评说话难听是装的，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人设。对，结果你们也这么觉得，感觉就是。但是他其实挺温和的那种感觉，而且他说一句话，有时候也不是特别自信，还要再问你一下，对吧？我说的是不是这样？就是他还需要在你这儿反复确认那种。但是他当时就是跟他前采的时候，他确实挺像北京大爷的，就是他聊着这个天他会突然开始唱戏。所以后面我们最后就给他加了一段那个，让他那个有一个戏腔的，就是满足一下他的这个心愿。行，那我们接下来看唐国强老师的片段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国强。哎，唐国强这亲和力好强哦！哎呀，他一上去感觉他笑得特开心。是啊，我其实不懂他为什么热泪盈眶。节目组找我的时候跟我说：“唐老师，跟当年一样，你是主咖。”我来了一看呢，这真是，这座次我也就是个主陪吧。不过我没被骗，我就是冲着录综艺来的。哎，综艺是个好东西，演皇帝都不如录综艺。你懂的，这个劲儿真好，对，上来就对了。他劲儿好。这边我最近确实跟这个时代少年团一块工作比较多，有人说我分他们流量，老师知道的。你分得清他们吗？何止是分得清啊，他们年龄我都门清。马嘉祺过完生日了，23，宋亚轩21，不对，马上他就要过生日了，马上22。小宋，老唐在这儿祝你生日快乐，Happy Birthday！ 好喜庆呀！对，哎呀，好喜庆呀！屏幕前的朋友们，和我一块儿夸但是笑眯眯的讲，我们一起送祝福，好不好？就很容易心情愉悦，不管好不好笑。对我们老年人呐，这波人呐，还是就看着他心情就挺好的那种。对，所以说李成儒兄，你怎么就那么不受待见？你得反思啊你！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？
好为人师，而且絮叨，什么如这个如那个啰里吧嗦的。我说你呀，就一个如字够了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四合院主人。听到四合院主人，李老师又高兴了。试问，紫禁城这块，谁比我更熟啊？他这个停顿太好了，好多那种上台之后就突然特别快，变得不敢等。对。我还纳闷呢，怎么老有个像土鳖似的风筝挂在我们家外墙上？原来就是你小子干的！来人呐，把这丝跟那个土鳖风筝，土鳖风筝太直接了。真好。说到录综艺，咱们都得学范志毅。押韵了，是体育圈跨界综艺的第一人，真正的文体两开花。我呀是特别欣赏范大将军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一定派你去镇守边关。哎，是你守啊，不是镇守。守他一辈子，别回来跟我抢综艺。张凯丽，我的小老乡，他又出来演这个反腐大剧，艺术追求与众不同。别人接戏是看收视率，他是看犯罪率。看犯罪率。你要问我张凯丽的演技怎么样？开始卖萌，太可爱了。这么形容吧，重拳出击，专打坏人，连根拔起，国泰民安。好会演，这个太对了。最后，那我还有些地方有点干拔了，这是一些脱口秀演员很多年以前，梗要大声喊出来。我跟他主持过我们青岛老家的春晚。这劲好好呀。然后该使劲的使劲，该往回收的往回收。看中了，去主持综艺大观。同为山东人，我嫉妒的要命啊！一进央视就大观了。最后说点心里话吧，我也给大家包点饺子。这2年我们这些老梆子上节目啊，收获那么多喜欢还有点赞，确实挺意外的。上了这么多节目，也就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些鬼畜素材，不求长生不老，但求赛博永生。这也挺好的，这也挺好，到这已经非常好了。谢谢。对，这观众缘真好，感觉。我录综艺，感觉他离观众很近。是因为我内心听到了时代少年团在呼唤。这也太好笑了。最后，再郑重的说一句：小宋，老唐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看完唐国强老师了，你们当时见到唐国强老师，大家第一感受是什么？其实我感觉真的很有亲和力，对，我觉得很可爱，他中气好足啊，可身体好好，比我中气，比我们年轻人中气都足。唐国强老师这期拿到了 Talk King， 你们对此有什么感受吗？我觉得挺实至名归吧。观众缘这个东西太玄学了，他那些重音啊什么的节奏啊演的肯定都是设计过的，肯定就是对稿的时候跟编剧一起讨论过。而且我觉得他综艺感挺强的，就他在台上你就感觉他挺有意思的，反正我觉得我看过他那些片段，真挺好笑的，而且他自己感觉是有幽默感的人，挺厉害的。行，那咱们看倪萍老师的片段。张老师是越来越好。是呀。其实我觉得张绍刚老师一直都还挺好的，就他主持这一类。张老师现在也有主持线下，去线下磨练过。真的吗？他主持线下脱口秀演出啊，拼盘啊，巡演。哦，有一种那个西飞回宫的感觉。掌声欢迎一下。应该在复刻7年前那个脱口秀现场。刚才说话那人是张绍刚吗？这个挺好的。7年前他自己说的，他自己加的。
那时候这个要比上来直接说大家好，我是倪萍好很多。这都7年过去了，怎么还是他？这也跟观众距离很近，感觉没有别人了吗？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我一见他我就笑喷了，哎呦，穿了一件肉色的背心儿，还是紧身的。我一看，哎呀，活脱脱的一粒大花生米。感觉在说自己家孩子。那个别起哄。我当时还特着急，我说弟弟，待会儿你上台就穿这个嘛。他摇着他那个胖嘟嘟的小手说：“不，我还有件西装呢。”我跟李成儒是老朋友了，他还邀请我去过他们北京郊区那个家吃过饭。他故意讲很多，撑着讲很多你们没写的话，也是这个表现。他想给大家解释的更明白。然后我一进门，好，一张这么大的金丝楠木的桌子，中间就摆了这么一碗炸酱面，旁边还有这么一小碟的什么叫淀粉肠。哎，我刚拿起筷子来，他就问怎么样，正宗吧？老北京了。哎，李成儒，突然叫这两声，这个特别好。不是你碰过的东西，前面就可以随便加上一个老北京，你这样你不觉得累吗？哎，你穿着老北京的跨栏背心儿，叼着老北京的冰棍儿，摸着你那老北京的光头，嘴里还念叨着倪大姐，你还记得我送你那30个老北京鹅蛋吗？我不记得了，没人记得，连鹅都忘了，只有你记得。这就是绵里藏针。他最后出来那一下，他很多都是那种小劲儿特别对。哎，那你就是跟倪萍老师对稿的时候，你觉得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人特别好。他认真吗？对稿的时候嘛，对稿的时候有点太认真了，而且非常坚持自己，就2个小时一直在就是和他纠结，要用他的哪句话，要用我们的哪句话。在 battle。对，从精神面貌的角度给这些艺人嘉宾们的年龄从大到小排个序。那我觉得唐国强像是最小的，唐国强跟那个张凯丽像是最小的。我感觉最好的就是唐国强。对，张凯丽是演得好，唐国强是一说话感觉太中气十足了，身体真好看，他能去跑半马，太厉害了。感觉而且他能接受新东西，他接受了之后，他又能自嘲，又能就开得起玩笑，他不是那种老人故意迎合。我觉得老年人要接受新东西，本身就需要你自己精力很足的情况下，对，才能有余力去接受那些新鲜事物。开始前还预测了其他人会做什么，成功的是盒子老师和王宇老师啊！就我没有预测成功，我预测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，我以为我没有成功啊！我手扶额头了吗？就我没有成功吗？打哈欠。对，我以为这个点大家会困。你预测的是啥呀？哦，鼓掌啊！上来第1秒就就只有我没有礼物，可以挑选一下小礼物。哦，好的。行，没事，我突然感觉我没预测成功也没什么了，这是礼物。后续你们还想看到谁来上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？我先说吧，我想看周柯宇。周柯宇，那个再见爱人，不是再见爱人，人都没爱人呢。这是今天最有节目效果的一个。对，演那个纸鸡蝴蝶，跟那个陈妍希演纸鸡蝴蝶，男的。对，你想看到谁来？我想看白敬亭来解释。这个也好，我还是想看那种体育真正的 GOAT， 就是各个项目上的历史最佳，比如说刘翔、李娜，然后范志毅，然后乒乓球樊振东谁的。对我自己来讲，直男体育迷。那我们今天就陪大家看到这里了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